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石井美宝女士所著的《1周内让您的肌肤焕然一新》这本书。无论几岁，肌肤都可以变得美丽。先试试看1周吧。石井女士不仅是一位美容专家，还在她自己创办的沙龙中担任美肌咨询师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她的新顾客预约竟然需要等待2年之久。如今，她拥有素颜般的美肌，但在她20多岁时，也曾为毛孔、皮肤干燥等问题困扰。而改变她肌肤状况的关键，就在于正确的洁面和卸妆。保持肌肤美丽的秘诀是彻底去除不需要的东西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您的洁面正在导致色斑、皱纹、松弛，石井式零摩擦法则。第二，从每周1次开始，早晨20分钟保湿，让肌肤将焕然一新。第三，毛孔、色斑、皱纹和松弛的最强方法，无论从什么时候开始都还来得及。接下来是第1部分，您的洁面正在导致色斑、皱纹、松弛，石井式零摩擦法则。实际上，您每天的洁面可能正在制造这些肌肤问题。您可能会想，为了让肌肤更美丽，洁面不是非常重要吗？的确如此，但在洗脸、冲洗、用毛巾擦干、涂抹护肤品、抹防晒霜等步骤时，我们往往会无意识地摩擦肌肤。正是这种摩擦让肌肤受到刺激，导致炎症，引发色斑、松弛等老化迹象。此外，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刺激，肌肤会变得厚实坚硬，导致干燥、暗沉，甚至毛孔变得更加明显。过度摩擦会导致皮肤变得脆弱，引发炎症，从而更容易出现泛红、痘痘、暗沉和松弛。因此，首先要从洗脸方法入手。最重要的一条规则就是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避免摩擦。遵循石井式护肤法，只要做到不摩擦皮肤，您的肌肤就会恢复水分，保持湿润，毛孔中的污垢会被清除，毛孔收缩不再明显，由刺激引发的炎症消退，痘痘减少，皮肤不易再受损，黑色素生成停止，肤色更加均匀，皮肤损伤减少，皮肤变得更加紧致有弹性，皮脂分泌恢复正常，肌肤呈现光泽。这些令人愉悦的效果，据说仅需1周即可感受到。那些亲身体验过的人反馈说，这种方法的极效性令人惊讶，化妆不易脱妆，法令纹也变得不明显了。这本书介绍了如此梦幻的护肤方法，但如果不按照正确的方法实践，效果就无法显现。接下来，我将详细讲解洗脸和卸妆的基本方法。首先是石井式方法的核心——洗脸，其中的最大前提是绝对不要摩擦，即使是泡沫再多的洁面产品，也不能用手指在脸上来回打圈搓洗。相反，只需按压泡沫，让泡沫的压力帮助清除毛孔和皮肤纹理中的污垢。正确的洗脸方法非常简单，分为以下3步。步骤1，在手心取足量泡沫，约相当于3个乒乓球的大小。步骤2，将泡沫分成2份，分别放在双手上。步骤3，将泡沫均匀涂抹在脸上，然后用手掌垂直按压泡沫，让泡沫的压力帮助清洁毛孔和皮肤纹理。注意不要用手指横向滑动或打圈，只需让泡沫作为缓冲物，确保手指不直接接触到皮肤。仅靠这一方法，您的肌肤就会焕然一新，可能让您迫不及待想要尝试。当然，虽然洗脸方法已经讲解了，但您可能仍有一些疑虑。接下来我将解答常见问题，比如该使用哪种洗面奶。市场上有各种类型的洁面产品，选择时难免迷茫。石井式方法强烈推荐使用泡沫型洁面产品，因为泡沫能成为手和皮肤之间的缓冲物。高密度且不易塌陷的泡沫是理想选择。此外，洗后保持肌肤的滋润感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。有些人还会问，我的皮肤比较敏感，过度清洁会不会有问题？早上也需要用洁面产品吗？有些人为了避免皮肤状况恶化，早上只用水洗脸，但残留的污垢会反而刺激皮肤，
因此建议使用泡沫轻按洗脸的方式清洁。早晨的皮肤状态是夜间护肤品的残留和睡觉时分泌的氧化皮脂混合，形成了一层油膜。即用水无法完全去除这层油膜，会影响后续护肤品的吸收。因此，作者建议早上也使用洁面产品。接下来，我将讨论每天化妆后必须的卸妆步骤。这里的关键点在于选择适合自己妆容浓度的卸妆产品。判断的标准是您是否使用了难以卸除的粉底。所谓难以卸除的粉底，指的是那些标榜持久、防水、抗皮脂和汗水的产品。此外，遮瑕力高的粉底也可以被认为是不易卸除的。如果您使用的是这类难以卸除的粉底，那么建议使用油性卸妆产品。如果不是，则可以选择乳液型或泡沫型卸妆产品。不过，考虑到每天使用的频率，最好选择能够用泡沫型或乳液型卸妆产品卸除的粉底和化妆品，因为它们对皮肤的刺激较小。使用泡沫型卸妆时，建议按5到6次泵压的量，以确保有足够厚度的泡沫覆盖全脸，吸附掉妆容。如果使用乳液型卸妆产品，建议取大约500日元硬币大小的2倍量，尽量多用。如果是泵压型乳液卸妆产品，按3到4次泵压的量即可。使用时，确保卸妆产品能顺滑地在皮肤上滑动，而不摩擦皮肤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无论使用哪种卸妆产品，切记不要摩擦皮肤，这点一定要牢记。就像轻轻抚摸朋友刚出生的宝宝的头一样，慢慢而温柔地用指尖让卸妆产品与皮肤充分融合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眼周要格外轻柔，用无名指和小指从眼角开始绕一圈，稍等片刻，等待妆容浮起。而下巴和鼻翼等较狭窄的部位也要用无名指轻柔处理，即使感觉有粗糙感，也要尽量轻柔。接下来是卸妆的基本步骤部分，随后我们将解答一些关于卸妆的常见问题。首先，一个常见问题是，怎么知道乳液型卸妆产品是否与妆容充分融合了？大家都知道要温柔清洗，但有时会担心妆容是否完全卸干净。乳液型卸妆产品的判断标准是，当乳液变成与粉底相同的颜色时，说明妆容已充分溶解。即使不摩擦皮肤，轻轻移动指尖，粉底也会溶解并与乳液融合。因此，选择溶解妆容速度快的卸妆产品也很重要。在洗掉卸妆产品前，请加入少量的水，使其乳化变白。如果跳过这个步骤，还有污垢的清洁成分会残留在皮肤上，所以一定要注意。另一个常见问题是，使用油性卸妆产品时要注意什么？即使平时使用泡沫型或乳液型卸妆产品，有时也需要卸除浓妆，这时候油性卸妆产品就派上用场了。油性卸妆产品容易导致皮肤干燥，因此使用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点。要点1：如果使用泵压型产品，建议按3到4次泵压的量，取用较多的卸妆产品，使妆容浮起。要点2：当油性卸妆产品与粉底完全融合，变成粉底的颜色时，务必用少量水进行乳化后再进行冲洗。要点3：不要用力按摩，避免刺激皮肤，轻轻地将卸妆产品涂抹在鼻翼等小部位，使妆容浮起。接下来，我们也要掌握洗脸和卸妆两者共有的基本用法。记住，和清洗一样，摩擦为0是前提。实景式的摩擦为0冲洗原则如下：使用冷水或温水，而不是热水进行清洗。禁止用淋浴冲洗，尽量避免直接接触肌肤。用手捧水轻轻拍打，冲洗要超过30次。遵循接下来的4个步骤进行。步骤1：正面冲洗10次。步骤2：将脸转向一侧，左右各冲洗5次。步骤3：额头冲洗5次，下巴冲洗5次。步骤4：检查脸部轮廓和发际线的冲洗情况。按照这个顺序进行，确保顺序明确，可以防止部分区域冲洗不彻底。请务必掌握洗脸和卸妆的基本要领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我们将讨论每周1次的早晨20分钟保湿如何改变肌肤。
可能有些人会惊讶，为什么是早晨？而且20分钟听起来太长了。石井是认为，早晨的保湿比夜间更为重要，毕竟早晨时间有限，所以可以简单处理，反而晚上要认真细致地进行保湿。这种想法可能是很多人的共识。然而，充分的早晨保湿对保护您的肌肤至关重要，因为从您迈出家门的那一刻起，肌肤的水分就开始流失，外界充满了紫外线、大气污染、干燥等损害风险。因此，早晨进行能够抵御这些风险的护肤非常重要。实际上，如果进行20分钟的保湿，妆容不会在途中崩溃。此外，持续进行这种保湿，即使晚上护理时间短，也能保持肌肤不干燥。这20分钟的保湿可以从每周1次开始，不必担心每天坚持不下去。首先每周1次就好。接下来我们就进入20分钟保湿的具体内容吧。1、化妆水篇、乳液和面霜篇，这2部分将会介绍。首先是第一部分的化妆水。肌肤的滋润需要水分和油分的双重补充，而其中注入水分的就是化妆水。化妆水的作用还在于促进后续使用的精华液等的吸收。此外，当肌肤的水分含量提升时，肌肤的透明感也会增强。请充分吸收，直到肌肤无法再吸收为止。取适量相当于500日元硬币大小的化妆水到手掌上，双手合并，轻轻搓匀后涂抹，将手掌贴合于面部，沿着脸部的凹凸处，从内侧向外侧进行按压。当化妆水完全吸收后，再次取适量500日元硬币大小的化妆水，重复相同的方法进行涂抹。当肌肤表面感觉滑腻，手掌上还有化妆水残留时，说明肌肤的水分已经满满的。要让肌肤充满水分，如果时间紧迫，也可以用3分钟的化妆棉敷替代。顺便提一下，推荐使用水润但不过于稀薄的质地柔和的化妆水，因为希望充分吸收。接下来是乳液和面霜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是否真的在使用乳液呢？正如刚才所说，肌肤的滋润需要水分和油分，而理想的水分与油分比例是7:3。为了实现这个平衡，补充所需的油分的唯一选择就是乳液，它含有水分和油分，并且容易吸收。实际上，有很多人因为不使用乳液，导致肌肤的油分几乎为零。使用乳液时，取比500日元硬币稍大的量到手掌上，双手摩擦后轻轻搓匀，用体温温热乳液，能够更好地被肌肤吸收。在涂抹乳液时，不要滑动手掌，而是采用按压的方式进行。细小的部分可以用无名指轻轻按压。选择乳液时，请选择能舒缓肌肤、补充水分和油分，并能提供紧致效果的产品。接下来是面霜，希望大家在早晨也能重视面霜的使用。面霜的作用是形成一层膜，防止肌肤水分流失，特别是在白天，干燥、紫外线和空气污染等都会对肌肤造成伤害。在出门前，请认真涂抹面霜以保护肌肤。虽然有些人说早上涂抹面霜会很油腻，但实际上这是错误的。充分涂抹面霜可以减少多余油脂的分泌，从而防止妆容脱落。这一点容易被误解。早上毫不犹豫地多涂一些面霜吧。在涂抹面霜时，记得涂抹后放置5分钟。早上使用面霜的量可以参考说明书上的1.5倍。面霜也和化妆水、乳液一样，采用手掌按压的方式进行涂抹，之后放置约5分钟，让肌肤吸收所需的油分。如果还是感觉干燥，请额外涂抹面霜。相反，如果感觉油腻，可以用纸巾轻轻按压去除。进行手掌按压时，可以从容易干燥的部位，如面颊开始，逐步涂抹，这样效果会更好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毛孔、色斑、皱纹和松弛的最强方法。无论从什么时候开始都还来得及。即使你已经有了色斑和松弛，不必担心，因为通过石井式的方法，从现在开始或任何时候都能改善肌肤问题。那么，首先我们来进行色斑的对策。实际上，
美肌的集中保养季节每年会有2次，首先是感受到秋天气息的夏末，其次是在冬季结束时因干燥而肌肤变得厚重。在夏末的时候，湿度会突然下降，因此这个时候容易重视保湿。然而，其实应该关注的并不是保湿。在夏季，肌肤会大量暴露在紫外线下，导致黑色素的积累。此时是否能将黑色素排出，避免形成色斑和暗沉，就取决于夏末的这段时间了。因此，这个时候要不仅注重保湿，还要记得加入美白护理。另一方面，冬季的寒冷会导致血液循环变差，从而使肌肤暗沉。因此，在进行美白护理之前，建议先进行角质护理。角质护理不仅对美白护理有帮助，还能让化妆品的效果加倍。通过彻底去除多余的角质，能够让水分均匀渗透，肌肤也能重新焕发滋润的状态。由于摩擦使毛孔周围的肌肤变得粗糙，进行角质护理还可以改善毛孔的显现，特别是在30岁左右以后，肌肤的新陈代谢会逐渐变差，肌肤的更新节奏也会变慢，导致旧角质和损伤积累。因此，建议在日常护肤中每周加入1到2次角质护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角质护理时要避免刺激本来就薄弱的区域，例如眼周，请将护理局限于额头、鼻子、下巴等易发粗糙的部位，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后续美白化妆品的效果。最近的美白护理产品很多都能迅速见效，所以请一定要寻找适合自己的产品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来解决毛孔问题。可能有些人一直在尝试各种护理方法来改善显著的毛孔，然而如果护理方法不正确，不仅不能改善，反而可能会加重问题。您的护理方法是否正确呢？让我们看一下关于毛孔护理的禁忌事项吧。用油性卸妆产品进行按摩，用洗脸刷猛烈清洁，用高温淋浴加速清洁，使用毛孔面膜或用镊子拔出角质。过于担心油分而省略乳液或面霜，很多人可能会不自觉地继续错误的护肤方式。作者石井本人通过石井式毛孔护理方法获得了光滑无毛孔的肌肤。这个程序的核心是将基础的洗脸和保湿转换为石井式的方式，在每天洗脸后，每周进行1到2次的角质护理，并加入专门针对毛孔的化妆品。不过，请在石井式的洗脸和保湿、角质护理使肌肤变得柔软之后，再开始使用毛孔专用化妆品，持续进行这个毛孔护理。毛孔周围的肌肤会变得柔软，角栓会逐渐浮现，这个时候正是投入毛孔专用化妆品的时机。据说石井自己在这一过程中也花了整整1年，但只要坚持，一定会见到效果。如果用力摩擦毛孔，强行挤出角栓，结果可能会回到原点。要让肌肤变得柔软，运动和泡澡出汗也是很有效的。总之，请耐心等待角栓自然浮出。关于毛孔护理化妆品，建议同时引入既能去除堵塞又能预防堵塞的产品。使用时，也请像进行角质护理时那样，仅限于鼻子和下巴等毛孔明显的地方。最后，我来介绍一个很多人期待的内容：解决皱纹、松弛和法令纹的2种习惯。习惯1：眼语操。习惯2：头皮护理。作者声称，所有的皱纹、松弛和法令纹都能得到解决。首先，习惯1的眼语操可以重新锻炼衰退的面部肌肉，纠正不良习惯。眼语操是一种锻炼面部表情肌的训练。由于我们越来越频繁地使用手机，表情肌的运动频率逐渐减少，导致表情肌明显衰退。当表情肌衰退时，肌肤会变得松弛，下巴周围的脂肪会松垂，轮廓变得模糊。实际上，在这个被称为智能手机时代的当下，很多30多岁的人轮廓线条已经开始崩坏。作为抗衰老护理的一部分，让我们务必将这个言语操融入日常生活中。言语操的具体方法非常简单，依次发出一、呜的声音就可以了。首先发出一的声音，这时嘴角要向斜上方拉起，想象整个面部都在大幅度移动。
接下来，嘴巴尽量收缩，发出呜的声音，然后简单的重复这个动作。当您感到面部肌肉疲劳时，那就是表情肌肉正在有效锻炼的证明。顺便提一下，如果在戴着口罩的情况下，这种练习就不会被人发现，可以随时进行。特别是在看手机或使用电脑时，面部容易僵硬，所以建议大家尝试一下。此外，不仅要锻炼表情肌肉，还要注意自己平时无意识中的表情和习惯。突然问你一个问题，试着闭上嘴巴，您的舌头在哪里呢？如果嘴闭合状态下，正确的情况是舌头的底部应该贴着上颚，舌尖理想的应该接近前牙的根部。如果舌头与上颚离得太远，或舌尖碰到前牙，这会导致面部下垂。表情丰富是件好事，但很多人会在惊讶、喜悦或专注时习惯性的皱起眉头。在交谈或专注看东西时，平时要注意尽量不要移动额头和眉心。接下来我想解释第二个习惯，头皮护理。头皮和面部肌肤是相连的，因此也需要抗衰老护理。头皮变硬，血液循环不畅，会导致美丽的头发无法生长，还会导致皱纹、松弛和法令纹。洗头时应注意按摩毛孔，定期进行穴位按压，这不仅对抗衰老有效，还能改善肌肤暗沉。特别推荐日常中随时都能进行的穴位按压，简单按压就能让法令纹变得淡化。将4个手指放在头部中心，左右轻轻滑动，马上能找到一个微微凹下去的地方，这就是称为通天的穴位。用力按压这个凹陷，同时将头皮向头部中心聚拢，沿着凹陷重复按压，这样可以促进头皮血液循环，帮助废物排出，从而提升面部轮廓。当您在意面部松弛或暗沉时，可以经常进行这个动作。不过，正如所说的，任何事情都离不开日常的积累。从今天起，就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多一点细致和耐心，不断为自己积累美好的改变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。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